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70岁的正确答案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针对高龄者的饮食建议；第二，注意力要放在比病毒更可怕的虚弱症上；第三，采取措施应对压力和抑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针对高龄者的饮食建议。作者是一位从事精神科工作超过30年的医生，接触过大约6000名患者。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饮食的。许多人会问他，吃什么对大脑和身体好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作者推荐高龄者食用的健康食品之一就是纳豆。根据研究表明，纳豆对身体和大脑都有显著的益处。作为一种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，纳豆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价格低廉，是高性价比的保健食品之一。一般来说，高龄者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 1.2 到 1.5 克的蛋白质。例如，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，每天需要摄入70到90克的蛋白质。这不是指70到90克的肉或鱼，而是指纯蛋白质的重量。要达到这个量，早餐要吃鸡蛋，午餐要吃鱼，晚餐要吃肉，每餐都要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但如果中午吃了面条等低蛋白质的食物，就很难在一天内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因此，作者强烈推荐利用纳豆等大豆食品，特别是纳豆。它不仅能够提供优质植物性蛋白质，还能帮助补充必要的蛋白质。此外，大豆食品对大脑也非常有益，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年轻。纳豆富含蛋白质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营养素，是一种极其优质的营养食材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纳豆。大家都知道，纳豆是一种发酵食品，富含对人体有益的菌类，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。如果肠道环境得到了改善，免疫功能也会增强。因此，纳豆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纳豆不仅有助于维护骨骼的健康，对大脑和心理健康也同样益处显著。因此，无论年龄大小，只要您不属于以下人群：对大豆过敏者、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者、痛风患者或肾功能不全者，都建议将纳豆作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为了充分发挥纳豆的健康功效，建议每天食用1包纳豆。此外，作者提出了一个可能颠覆传统观念的观点：高龄者应多吃肉类。许多人认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应减少肉类的摄入，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比例。但作者指出，这种想法往往会导致老年人摄入蛋白质的不足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日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，每5人便有1人蛋白质的摄入不足。蛋白质是维持肌肉质量、提高免疫力及促进伤口愈合的关键。摄入不足会导致肌肉萎缩、基础代谢下降以及骨密度减少，进一步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同时，蛋白质不足还会减少胶原蛋白的生成，导致皮肤松弛和加速衰老。肉类中富含的色氨酸是生成血清素的原材料，血清素水平降低常伴随情绪波动、焦虑和抑郁，而增加肉类摄入能帮助维持血清素水平，提高幸福感和活力。许多长寿的老人，尤其是90岁以上的健康人群，都有爱吃肉的习惯。作者建议，牛肉和猪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材应成为高龄者饮食中的常见选择。另外，维生素 C 对健康的益处众所周知，但它在大脑健康中的作用却常被忽视。根据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C 不仅能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的损害，还能促进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合成，帮助维持情绪稳定和认知功能。维生素 C 对血管的健康也非常重要，有助于预防脑部的血管老化，提高氧气与营养的运输效率。老年人通过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，不仅可以提高大脑健康，还可能显著延长寿命。如果日常摄取不足，可考虑使用维生素 C 补充剂作为辅助方式。
总结来说，高龄者应该注重饮食中的蛋白质摄入，特别是通过纳豆、肉类等食物补充优质蛋白质，同时增加维生素 C 的摄取。这种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，不仅能帮助保持身体健康，还能延缓大脑的老化，提高生活质量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注意力要放在比病毒更可怕的虚弱症上。大家是否听说过虚弱症这个词呢？它是指身体或心理功能显著下降的一种状态。在老年医学中，虚弱症被认为是从健康状态到需要长期护理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身体机能或认知功能明显衰退的一个预警信号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虚弱症并非不可逆。如果能够在这一阶段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，很多人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。因此，它是决定是否进入长期护理的重要分界点。显而易见，一旦进入需要护理的阶段，生活质量将大幅下降，不仅自己会感到不便，也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一定的负担。因此，为了避免进入这一状态，提前做好预防措施，是保持高质量老年生活的关键。在老年生活中，哪怕只是略微丧失活力，都可能增加虚弱症的风险。为此，建议大家日常养成慢速行走的习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如果没有主动进行运动，很容易导致运动的不足，进而增加虚弱症的风险。长时间宅在家中，缺乏身体活动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运动以外，保持良好的社交活动同样重要。与家人、朋友保持联络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不仅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，还能帮助维持心理健康，增强生活的积极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活动能带动身体运动，进一步降低虚弱症的风险。总之，无论是身体的锻炼还是心理的交流，都是预防虚弱症的关键所在。通过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，您可以有效避免虚弱症的发生，从而享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老年生活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采取措施应对压力和抑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可能会对日常的琐事变得更加敏感，很容易产生烦躁的情绪。然而，这种情绪对健康极为不利。频繁的焦虑与愤怒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，还可能缩短寿命。当人们感到烦躁或愤怒时，交感神经系统会被过度激活，引起心率加快、血压升高，从而增加心肌梗塞或脑梗塞的风险。此外，情绪不稳定还可能导致自律神经的紊乱，因此学会平息负面情绪对于保持健康至关重要。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深呼吸。深呼吸能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氧气，平息大脑中杏仁核的兴奋，减弱交感神经的激活。当您感到烦躁或愤怒时，不妨试着闭上眼睛，伸展身体，深深吸气，然后慢慢吐气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节奏。在反复练习后，你会发现情绪会逐渐平复，心情也会随之缓和。另一种缓解烦躁的方法是通过刺激消化系统来抑制交感神经的活跃。喝一杯水或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都能带来放松的效果。美味的食物可以转移注意力，改善心情。当心情低落时，享受美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。同时，利用自然的力量来缓解压力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式。阳光和自然环境对缓解抑郁有显著的作用。例如，晒太阳能够激活身体和心灵，特别是在日照较少的冬季，阳光疗法甚至被用于治疗抑郁症。此外，森林浴也具有极佳的放松效果。如果没有时间前往森林，家庭园艺或阳台种植植物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整理土壤、照料植物不仅能让心情平静，还能锻炼大脑的前额叶，有助于延缓情感的衰老。在老年生活中，兴趣爱好不仅能充实日常生活，还能改善心理健康，是保持活力的重要手段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：一、探索新兴趣，尝试学习新技能，例如编织、陶艺或绘画，
这些活动不仅能带来创造性的满足感，还能提升动手能力，帮助您保持身心健康。2、音乐与舞蹈，学习一门乐器或参加舞蹈课程，不仅可以锻炼大脑与身体，还能带来愉悦的情绪体验。3、参与社交活动，加入读书俱乐部、园艺社团或棋类俱乐部，丰富日常生活，同时通过社交活动获得情感支持与心理满足。4、志愿者服务，参与社区志愿活动，通过帮助他人来获得成就感，同时也能保持身心的活跃状态。通过积极应对压力，保持情绪平稳以及发展兴趣爱好，您可以在岁月流逝中依然拥有健康的活力和热情，从而度过幸福的老年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